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包间里的灯光昏黄，李娜挽着她大老板老公的手，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扫向晨曦。不是我说你，女人还是得对自己好点。你看你都快30了，还单着，开着那辆破大众。我老公公司的保洁阿姨都比你体面。西西啊，姐可是为你着急。女人啊，青春就这么几年，你这样下去……就在李娜正要继续她的人生指导，包间的门突然被人推开。当那道修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，李娜手中的酒杯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脸色瞬间绿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月的春风还带着些许寒意。晨曦坐在办公室里，盯着手机屏幕上刚收到的微信消息发呆。晨曦，高中同学聚会，这个周六晚上6点，金辉大酒店，记得来哦，大家都很想念你呢。消息是班长王志发来的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大大的笑脸表情。晨曦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，内心五味杂陈。高中毕业已经快15年了，这些年除了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几个同学的动态，他几乎没有和任何人联系过。他想起了高中时代的自己，那时候成绩优异，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，同学们心目中的学霸。第一次见到李娜时的情景，他现在还记得。那是高一开学第1天，他背着妈妈给买的帆布书包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怯生生地走进教室。而李娜像个小公主一样，坐在第1排最显眼的位置，桌上摆着全套的日本进口文具，脚上踩着当时最流行的耐克运动鞋。哇，这套笔好漂亮啊！坐在李娜旁边的女生羡慕地说。李娜得意地笑着，我妈昨天专门带我去专柜买的，说女孩子用的东西就应该精致一点。她的目光扫过晨曦桌上那支普通的蓝色圆珠笔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屑。晨曦低下头，假装专心地整理书本。她的文具都是从超市买的，一支笔2块钱，一个本子5块钱。妈妈每次都要在货架前比较好久。晨曦对吧？李娜突然叫住她，你住哪个小区啊？城南的老街区。晨曦如实回答。李娜点点头，眼中的优越感更明显了。那边房子挺老的吧？我家在新开发的绿景花园，那边环境特别好。从那天开始，晨曦就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差距。李娜家里开着连锁服装店，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比晨曦妈妈1个月的工资还多。而晨曦的妈妈是小区里的保洁员，爸爸在工地做工，一家人挤在一间不到60平的老房子里。高中3年，李娜总是班里最受瞩目的那个，她的校服永远烫得平整，头发总是最时髦的发型。书包里永远有各种零食和小礼品分给朋友们，而晨曦总是那个埋头学习的书呆子，穿着朴素，话不多，只有成绩单上的第1名才能让他获得一点存在感。晨曦，你别怪我说话直，女孩子不打扮，以后是没前途的。这是李娜经常说的话，她总是在放学后召集一帮女生，对着晨曦的穿着评头论足，那种假惺惺的关心比直接的嘲笑更让人难受。你看你这身打扮，像个老太太一样，你这个书包都用多久了？边都磨破了。女孩子不学会打扮自己，将来怎么找得到好老公？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晨曦心里，但她从来不反驳。他知道自己反驳不了什么，也没有反驳的资本，他能做的只有更加努力的学习，
希望将来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高考成绩出来那天，陈曦以全市第3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里最好的大学。李娜虽然也考上了本科，但分数比陈曦低了100多分。读书读得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看命。李娜在毕业聚餐上这样说：我表姐大学毕业后还不是嫁了个有钱人，现在在家当阔太太，比那些拼命工作的女强人舒服多了。陈曦没有接话，只是默默地吃着饭。她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这样坐在一起了。大学4年，陈曦过得很充实，她拿了奖学金，做过兼职，参加社团活动，还谈了一场甜甜的恋爱。虽然家里依然不富裕，但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。毕业后，她进入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做实习生，工资不高，只有3000块，但公司的氛围很好，同事们都很年轻有活力，老板也很愿意培养新人。陈曦觉得自己正在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，李娜则走了完全不同的路。大学期间，她就开始谈恋爱，对象是同校比她大2届的赵凯。赵凯家里有点关系，毕业后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做主管。李娜还没毕业就怀孕了，匆匆忙忙地办了婚礼，然后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。第一次碰面是在毕业2年后，陈曦在商场里买衣服时偶遇了李娜。李娜推着婴儿车，身上穿着一身名牌，从头到脚都透着精致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们的学霸陈曦吗？李娜的声音依然那么尖锐。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。陈曦如实回答。产品经理听起来不错呀，一个月能拿多少？李娜的眼中闪着八卦的光芒。还行吧，够花。陈曦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说，李娜却不依不饶。说嘛，都是老同学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老公现在一个月15000呢，在他们公司算是骨干了。陈曦只能说出实话，5000左右。李娜夸张地叹了一口气，天哪，还没我一个包贵。她拍了拍自己背的 LV 包，妹妹啊，听姐一句劝，干得好真不如嫁得好。你看我在家带孩子，什么都不用操心，老公把我当公主一样宠着。陈曦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她知道李娜说这些话的目的，无非是想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对了，你还单身吧？李娜突然问道。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？我老公公司有几个单身的，条件都不错。谢谢，不用了。陈曦摇摇头，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。李娜摇摇头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女人啊，就是要趁年轻的时候抓紧，不然等老了就没人要了。你这样拼命工作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找个好男人嫁了算了。这次碰面后，陈曦更加确定了一点，他和李娜已经成了2种完全不同的人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晃就是10年。这10年里，陈曦换了3份工作，职位越来越高，薪水也越来越丰厚。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产品总监，年薪50万。在市区买了一套小公寓，开着一辆2手的大众车。虽然算不上富有，但生活得很充实。李娜则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状态。她的老公赵凯现在已经是某家公司的副总，收入也很可观。李娜每天的生活就是美容院、购物、喝下午茶，在朋友圈里晒各种名牌和美食。10年同学聚会的消息是在高中班级微信群里传开的，群主是当年的班长，现在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。同学们，咱们高中毕业10年了，是不是该聚一聚了？班长在群里了所有人，
很快，群里就热闹起来了。有人说好主意，有人询问时间地点，也有人说工作太忙，可能参加不了。李娜是最积极的那个，她不仅马上回复说一定参加，还主动提出要帮忙组织。我来联系酒店吧，我老公认识几家不错的酒店经理。李娜发语音说，咱们得找个上档次的地方，毕竟都是成功人士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李娜在群里特别活跃。她先是晒出了老公新买的宝马 X5 的车钥匙，配文老公说要换车了，这辆开腻了。然后又晒了一张高档餐厅的照片，说是和几个贵妇朋友聚餐。对了，大家现在都混得怎么样啊？李娜开始挨个在群里询问同学们的近况。我记得咱们班人才济济，现在肯定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了。有人说在银行做主管，有人说开了自己的公司，也有人说在事业单位工作。轮到晨曦时，他只是简单的说，还在上班，做产品相关的工作。晨曦，你现在开什么车啊？李娜紧追不舍，还是那辆大众。晨曦如实回答。群里安静了几秒钟，然后李娜发了一条长长的语音：哎呀，西西你怎么还开那车呀？都10年了，也该换了吧，情怀也不是这么个玩法呀。要不聚会那天我让我老公来接你吧，别让同学们看笑话。开宝马去参加同学会，多有面子啊。这条语音让晨曦很不舒服，李娜明显是在炫耀，同时也在暗示晨曦混得不好。几个同学在群里发了几个哈哈哈的表情，算是缓解了尴尬的气氛。晨曦本来不想参加这次聚会，他预感到李娜会在聚会上大肆炫耀，而自己可能会成为被对比的对象。但李娜接下来的行为让他改变了主意。西西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李娜私聊晨曦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还是说你现在混得不好，不好意思见人？我没有怕。晨曦回复，那就来嘛，正好让大家看看我们班的学霸现在怎么样了。李娜的话里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。晨曦终于决定参加聚会，他要去看看李娜到底想做什么。聚会定在了市中心一家5星级酒店的包间里。晨曦开着他的大众车到达时，停车场里已经停了不少豪车。他看到了李娜说的那辆宝马 X5， 还有几辆奔驰、奥迪。晨曦看了看自己的车，笑了笑。这辆车陪伴了他5年，虽然不新了，但性能很好，维护的也不错。他从来不觉得开什么车有什么可丢人的。包间里已经来了10几个同学，李娜和她老公赵凯坐在最显眼的位置。李娜今天打扮得特别精致，穿着一身香奈儿套装，脖子上戴着粗粗的珍珠项链，手上的钻戒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哎呀，西西来了！李娜夸张地站起来迎接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路上堵车，来晚了。晨曦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没事没事，正好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李娜拉着赵凯站起来，这是我老公赵凯，现在是恒泰集团的副总经理，手下管着200多人呢。赵凯有些不好意思地摆摆手，哪里，都是同事们支持。李娜得意地说，我老公可是商场上的精英，最近正在谈一个大项目，是跟启航科技合作的。启航科技知道吧？那可是咱们市里最大的科技公司。几个同学都露出了羡慕的表情。启航科技确实是本地的明星企业，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，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。哇，能跟启航科技合作，那真是太厉害了。有同学赞叹。赵凯谦虚地说，也就是一个小项目，不算什么。李娜却不依不饶，什么小项目？
人家启航科技的老板可是亲自接见了你。那个江总虽然很低调，但绝对是咱们市里最有实力的人物。陈曦听到江总这个称呼，手里的茶杯微微一顿。李娜继续说：“我老公说，江总特别年轻有为，而且超级低调，连公司里很多员工都没见过他真人。能跟这样的大人物合作，说明我老公也不是一般人。”赵凯有些为难地说：“娜娜，别这么说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商业合作而已。”什么普通合作？李娜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就是太谦虚了，明明那么厉害，还总是不好意思说。”这时，李娜的目光转向了陈曦：“对了，西西，你现在在哪家公司工作啊？具体做什么的？”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陈曦身上。他放下茶杯，淡淡地说：“还是在科技公司做产品。”哪家科技公司啊？李娜紧追不舍：“是大公司吗？”“一般般。”陈曦不想多说。李娜一副很关心的样子：“西西，你这人就是太低调了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你现在年薪多少啊？”包间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大家都知道这种问题很敏感，但李娜就是要当众问出来。陈曦看了他一眼：“够用就行。”“够用？”李娜夸张地笑了：“西西，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够用啊？是10万够用，还是20万够用？我老公现在年薪80万呢，我都觉得不够花的。”气氛变得有些尴尬，几个同学开始岔开话题，但李娜似乎没有要停止的意思。酒过三巡，李娜的话更多了。他开始逐个点评在座同学们的现状，语气中满含着优越感：“小张，你现在在银行工作挺好的，稳定。小王，听说你开了个小公司，生意怎么样？小李，在政府部门工作不错啊，有编制就是好。”说到每个人，他都要拿自己的生活来对比一番，潜台词就是在告诉大家他过得最好。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在陈曦身上时，那种鄙夷就毫不掩饰了。“陈曦，不是我说你，女人还是得对自己好点。你看你都快30了，还单着，开着那辆破大众。说实话，我老公公司的保洁阿姨都比你体面。”全桌人瞬间安静，气氛尴尬的能凝出水。有人低头看手机，有人故意喝酒，没人敢接这个话茬。李娜却越说越起劲：“西西啊，姐可是为你着急。女人啊，青春就这么几年，你这样下去，将来老了怎么办？没人疼没人爱的，多可怜。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？虽然可能没我老公这么优秀，但总比单身好吧？”“够了！”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班长终于开口了：“娜娜，你喝多了。”“我没喝多。”李娜的声音更大了：“我这是关心同学，你们看看她，30岁了还一个人，每天就知道上班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思？”陈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他本来不想和李娜计较，但这种当众羞辱已经超出了他的忍耐底线。正当他准备开口反击时，手机响了。陈曦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老公来接我了，他有点事刚忙完。”包间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陈曦。李娜的表情瞬间凝固了，然后夸张地大笑起来：“哟哟哟，藏了这么久的老公终于肯露面了，快让他上来给我们开开眼，看是何方神圣啊！我还真好奇，什么样的男人能看上你这样的？”他的语气中满含着质疑和嘲讽，显然认为陈曦是在撒谎，是不是随便找个人来演戏啊？李娜继续挖苦：“现在的人为了面子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”陈曦没有理会他的挖苦，起身朝门外走去：“
我去接他一下。李娜在他身后大声说：行，那我们就等着，看看你这个神秘老公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别是什么外卖小哥或者快递员吧，哈哈哈。包间里其他人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这一切，他们都觉得李娜的话太过分了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劝阻。晨曦走出包间，在酒店大堂等了几分钟，一辆低调的黑色奔驰 S 级停在了酒店门口。从车上下来一个35岁左右的男人，他身材挺拔，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。虽然衣着简单，但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沉稳的气质。等久了吗？男人走到晨曦身边，温柔地问道。没有，刚下来。晨曦挽住他的手臂。峰哥，不好意思让你专门跑一趟。江峰笑了笑，傻瓜，我们是夫妻，说什么专门跑一趟？聚会的怎么样？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。晨曦简单的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江峰皱了皱眉，他既然要看，那就让他看看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晨曦轻抚着江峰的领带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。峰哥，待会儿可能会有好戏看哦。江峰挑眉，什么好戏？你猜猜，刚才那个炫富的女人，她老公是做什么的？江峰思索片刻，嘴角勾起，建筑行业，聪明。晨曦笑得像只偷腥的猫。赵凯，凯盛建筑的老板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江峰的表情瞬间变得玩味起来。电梯抵达楼层，叮咚一声，江峰整理了一下袖扣，眼中闪过一丝寒光。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大老板。包间门被推开的瞬间，赵凯正端着酒杯向其他人吹嘘着自己的生意。当他看清门口那道熟悉身影时，酒杯直接从手中滑落，哐当一声砸在地上，红酒溅了满桌。江总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而李娜，刚才还趾高气昂的李娜，此刻如遭雷击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包间里的所有人都傻了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赵凯会叫晨曦的老公江总，而且态度如此恭敬。江峰看了赵凯一眼，淡淡地点了点头。小赵啊，你也在这里。赵凯额头上的汗珠都出来了。江总，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您，这是我们高中同学聚会。我不知道您和晨曦是我太太。江峰的语气很平静，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不怒而威的气场。李娜彻底傻了，她瞪大眼睛看着江峰，然后又看看自己的老公，脑子完全转不过弯来。这怎么可能？李娜结结巴巴地说。他是谁啊？赵凯的声音颤抖得更厉害了。娜，这位是启航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江峰。江总，这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在包间里炸开了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江峰，然后又看看晨曦，启航科技的老板，那个传说中极其低调、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创始人。李娜感觉自己的脑子嗡嗡直响，刚才她还在嘲笑晨曦开破车没人要，现在却发现晨曦的老公竟然是启航科技的老板，而赵凯口中的合作，在真正的江总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。江峰的目光扫过包间里的众人，最后落在晨曦身上。他温柔地说：外面风大，我们回家吧。他走到晨曦身边，很自然地帮他穿上外套。这个简单的动作充满了疼爱和保护的意味。各位同学再见。江峰向大家点了点头，然后对赵凯说：小赵，你们恒泰的那个项目，明天我会让助理和你们对接一下细节。赵凯连连点头：是，谢谢江总。
谢谢江总。江峰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挽着晨曦的手臂朝门口走去。路过李娜时，他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仿佛她是透明的一样。这种被完全忽视的感觉，比任何羞辱都要来得猛烈。李娜坐在椅子上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像个石化的雕像。门关上了，包间里依然是死一般的寂静。良久，班长才打破了沉默。大家继续吃吧。但没有人有心思继续吃饭了。刚才发生的一切太过震撼，每个人都在消化着这个信息。赵凯瘫坐在椅子上，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江总会亲自参与他们那个小项目的讨论，为什么他提出的一些要求都能很快得到回复。原来晨曦就是江总的太太，而他老婆刚才居然在江总太太面前那样炫耀，那样羞辱。赵凯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要完了。李娜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她急促地问赵凯：“老公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他真的是启航科技的老板？”赵凯苦笑着点点头，千真万确，江总是我们整个行业都仰望的人物。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遇到他。那他很有钱吗？李娜的声音很小。有钱？赵凯哭笑不得。那启航科技现在的市值超过500亿，江总是绝对的控股股东，我们一年的收入可能都比不上人家一天的收入。李娜彻底傻了，她想起刚才自己说的那些话，想起自己在晨曦面前的那种优越感，想起自己对晨曦的各种羞辱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引以为傲的生活在晨曦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。自己的老公在晨曦的老公面前连提鞋都不配。我怎么办？李娜的声音带着哭腔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，赵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现在只希望江总能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因为今天的事情影响到他们的合作。其他同学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李娜，刚才她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班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娜娜，你今天确实太过分了。我不知道她老公是江总啊。”李娜辩解道：“如果我知道，我怎么可能？问题不在于你知不知道她老公是谁。”班长摇摇头：“问题是你不应该那样对待同学。”包间里的气氛变得更加沉闷。原本热闹的同学聚会，因为李娜的炫耀和羞辱，变成了一场尴尬的闹剧。第二天早上，晨曦正在家里陪江峰吃早餐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李娜打来的。晨曦看了看来电显示，没有接。谁的电话？江峰问道。李娜的。晨曦简单的说。江峰皱了皱眉，昨天那个女人，她打电话来做什么？大概是想道歉吧。晨曦不太在意地说。算了，我不想理她。但李娜显然不打算放弃，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来，还发了很多条微信消息。晨曦最终还是点开了微信。李娜发了一大堆道歉的话，语气卑微的让人不忍直视。西西，对不起，我昨天真的喝多了，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。我知道你生气，我也知道我不配求你原谅，但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求求你不要跟江总提昨天的事情。我老公的工作真的很重要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晨曦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那个高高在上，总是俯视他的李娜，现在却用这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和他说话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江峰看出了他的纠结。晨曦想了想，其实我也不想因为个人恩怨影响你的生意。江峰笑了。什么叫我的生意？你受了委屈，那就是
我受了委屈，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按你的意思办。陈曦回复了李娜一条微信，昨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，以后我们各走个路，不要再联系了。李娜秒回了一个感谢的表情，还有一大堆感激的话，但陈曦没有再回复。1个月后，陈曦在公司里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打开一看，是一个精美的礼盒，里面装着一条很贵的丝巾，还有一张卡片，卡片上写着：西西，这条丝巾是我在专柜买的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能原谅我之前的无知。李娜。陈曦看着这条丝巾，想起了高中时代，那时候李娜也经常买一些小礼品分给同学，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，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不舒服。她把丝巾重新包好，让助理退回给寄件人。下班后，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江峰。江峰听完后说，他还是没有明白问题的根本。什么意思？陈曦问。他以为只要知道了你的身份，就能够改变他对你的态度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，真正的问题是他对人的态度。江峰说道，如果他昨天不知道我是谁，是不是就可以继续羞辱你？陈曦点点头。江峰说得很对，李娜现在的道歉和示好，完全是基于利益的考量，而不是真正的反省。算了，不管他了。陈曦靠在江峰的肩膀上，我现在很幸福，不想被这些事情影响心情。江峰轻抚着他的头发，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就好。又过了半年，陈曦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李娜的动态，照片里李娜还是穿得很精致，但眼神里少了以前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，多了一些小心翼翼。配文是低调做人，踏实做事。陈曦看着这条动态，心里没有什么波澜，他早就不关心李娜的生活了。这时，江峰从书房里走出来，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无聊，刷个朋友圈。陈曦收起手机。对了，今天咱们公司的新产品发布会很成功，用户反馈特别好。太好了，江峰高兴地说，我就知道我太太最棒。少来，我可不是因为你才进入科技行业的。陈曦笑着打了他一下，我是真心热爱这个工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江峰举手投降。我太太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，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。两人相视而笑。他们是在3年前认识的。那时候，陈曦在前一家公司工作，参与了一个与启航科技的合作项目。江峰对他的专业能力印象深刻，主动邀请他加入启航科技。在工作的接触中，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。江峰被陈曦的才华和坚韧所吸引，陈曦则被江峰的睿智和温和所打动。他们交往了1年后结婚，但一直很低调。江峰本身就是个很注重隐私的人，而陈曦也不喜欢张扬，所以除了双方的家人和很少数的朋友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。对了，下个月我们要去欧洲出差，顺便当作度假吧。江峰说道。好啊，我正想出去走走。陈曦眼睛一亮。上次你答应要带我去普罗旺斯看薰衣草的，当然记得。江峰抱住他，我的承诺从来不会忘记。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又到了年底。陈曦在整理办公桌时，发现了那张同学聚会的照片，那是当晚班长在李娜闹事之前拍的，所有人都笑得很开心。他看着照片里的每一张脸，想起了高中时代的青涩岁月，那时候的他们都还只是10几岁的孩子，对未来充满了各种幻想。谁能想到10年后的聚会会是那样的结局呢？这时，陈曦的手机响了，是班长发来的微信。
西西，明年是我们毕业15周年，还办聚会吗？晨曦想了想，回复道：看大家的意思吧，如果办的话，我可能不参加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上次李娜的事情吗？班长问。不是，晨曦回复，只是觉得没必要了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勉强聚在一起反而尴尬。班长发了个理解的表情。也是，其实上次之后，很多同学都觉得挺无聊的，李娜也退群了，说是太丢人了。晨曦看着这条消息，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不管李娜退群还是不退群，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。对了，班长又发了一条消息，我听说李娜他们家现在日子不太好过，她老公的公司出了点问题，好像是资金链断了。晨曦皱了皱眉，虽然他不喜欢李娜，但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出事。怎么回事？他问道。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他们接了一个大项目，结果对方跑路了，现在亏了很多钱。李娜前几天还在朋友圈卖包包呢，说是要回血。晨曦看着这些消息，心情有些复杂。命运真是难以预料，曾经那么风光的李娜，现在也会遇到困难。他想了想，给江峰发了个微信，把班长告诉他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江峰很快回复，恒泰集团确实出了问题，不过这事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的项目早就结束了，款项也已经结清。那你能帮忙吗？晨曦问道。江峰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复，老婆，你真的想帮他吗？晨曦想了想，虽然我不喜欢他，但也不想看到他过得太惨，如果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吧。好，我让人了解一下情况。江峰回复，不过你确定不会后悔吗？不会。晨曦很坚定，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。1个星期后，晨曦收到了班长的微信，西西，你知道吗？李娜他们家的事情解决了，好像是有个大公司主动找他们合作，一下子就缓解了资金压力。晨曦看着这条消息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他知道这肯定是江峰的手笔。那就好，他简单的回复了一句，李娜让我转告你，谢谢你。班长又发了一条消息，他说他知道这事肯定和你有关系。晨曦有些意外，他没想到李娜会猜到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他说，除了你，没有人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人会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他。班长回复，李娜还说，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晨曦看着这些话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当初帮助李娜，并不是为了得到感激，只是单纯的不想看到以前的同学过得太惨。但李娜的这种态度，让他想起了高中时代那个骄傲的女孩。如果那时候的李娜能够少一些傲慢，多一些善良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完全不同。人生总是这样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，但很多时候，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可能改变一切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